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螺丝的选用，我们都用对了吗？那这里呢，可能有人会有这种困扰。我们很常呢，在各个地方呢需要用到螺丝但是说我们螺丝呢，可能在使用上啊，或是在更换上呢，可能会买错规格或是用错地方。那这里呢，我先来询问各位你了解螺丝吗？你知道该怎么选用吗？那这里呢，可能有人会说，螺丝不外乎就两种第一种呢，我要多大的尺寸第二种呢，我要多长的一个螺丝的长度这两种都可以的。那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代表你对螺丝是还很不了解的。那因为呢，螺丝呢，它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那今天就是以这样的角度呢，入门带大家来了解，以及说怎么样快速的去分辨说我们的螺丝有没有选对，以及说什么样的场合需要用什么样的螺丝。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认识、选用跟了解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简易分成三大类来跟大家做说明。那当然螺丝的种类当然不是只有这三种，那主要分这三种的原因是，这三种是我们最常见会去使用到的一些更换的一些五金的螺丝。那这里呢，先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了解。主要分三大类，第一种呢，我们所看到的是机械牙的螺丝。那机械牙的螺丝呢，不外乎我们要怎么分辨？第一个，它的底部是平的当然这不一定，我们只是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然后再来呢，它的牙锋跟牙底呢，我们会看到它会是比较接近的。牙锋的地方就是三角凸出来的地方，牙底就是这个三角内凹的地方。所以牙锋跟牙底基本上它的角度一样，然后呢，它牙锋跟牙锋之间，这叫做螺距，它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一般机械牙呢，它都会有公母配，会有公的外螺纹以及母的内螺纹去做搭配。那母的地方呢，可能是螺帽或是我们的一些材料上面它会有公内螺纹，然后用螺丝来去做配合。那像这类的，它就是属于机械牙。机械牙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公制、英制、美制这类的一个螺丝。那西部的规格这边就没有再探讨，我们主要先把它分辨出来。再来第二种呢是自攻牙。那自攻牙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就看尾巴。尾巴第一个呢，它是尖的当然不一定，有一些也是平的。尖的或是像钻尾螺丝，等一下后面会介绍，它也是属于自攻牙类的。那自攻牙类呢，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属于自己会去攻牙去做锁的一个动作所以它使用上的材料呢，会跟机械牙不一样那等一下后面也会来做详细的解说那这里我们看到，除了尾巴是尖的以外呢，我们来看它的牙身，牙身会跟机械牙不太一样那我们看到它牙锋跟牙底基本上它的形状就是不一样，它这边牙跟牙之间的螺距也会比较长主要是因为它运用的一个材料会不一样，以及说它的特性所以这个机械牙跟自攻牙很常大家会去把它搞混那其实我们从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特征，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这类的是属于一个自攻牙当然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牙的地方会比较尖锐。我们如果有实际的螺丝，我们摸摸看，我们就可以知道那这里呢，先让大家来初步了解这两个的差异。那第三种呢是管用牙管用牙呢，可能有人是比较少看到的。那管用牙呢，就从它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使用在管类的，好比说水啊、瓦斯、气体、油等等的这类的，我们可能都会用到管用的这个接头管用牙。那管用牙要怎么去分辨呢？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它牙的部分呢都会偏大，而且呢它是属于一个接头类的形式。然后再来呢，它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洞，因为呢它必须要去跑我们的液体或是气体等等的这些元件。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初步来判断出来，第一个机械牙它有公母配，第二个自攻牙它会自己去锁附，然后呢尾巴是尖端的，当然也有平的，然后它这边呢牙锋牙底的形状是不一样。第三种管用牙那中间是空心的那这边初步让大家来简易的分辨这三大类咯。
再来呢，介绍机械牙的螺丝。那机械牙的螺丝呢，就是所谓的公母配合，所以呢，我们有螺丝就会有螺帽。那螺帽两者呢，螺丝螺帽做搭配使用或是我们做材料做公牙，我们会用到螺丝公那所以这里呢，就有一个前提第一种，我们的机械牙它的头型是非常多的，那这边就不再赘述。那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参考螺丝规格种类这类的产品这里有大致上呢，把比较常见的几种头型呢整合在一起。那这边有兴趣的可以做参考。再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牙身。那牙身呢，我们如果在选用这类的螺丝呢，它的规格就必须要非常的精准。那一般呢，我们如果是对螺丝不了解的，很常是会买错规格的。那这里呢，主要以台湾来说呢，最常见的是公制跟英制，然后又以英制也蛮常见的。那部分呢，可能会有美制的螺丝甚至细牙等等的。那这一类呢就是比较属于深入一点的。那这边就留给有兴趣的再去做探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里呢，它就会有大小以及它的螺距。那如果是英制的话，就是它的大小以及它的牙数。那牙数的话，一样，它也是螺距的意思，只是说它的表示的方式不一样以及说螺丝呢，我们又分左螺纹以及右螺纹那这边呢，左螺纹有左螺纹的用法，那右螺纹有右螺纹的用法。那一般呢，我们以右螺纹为主，如果都没有说明的话，那如果是有说明的话呢，它可能会标示说这是左牙或反牙的，那这是比较特殊的。以及说有粗细牙所以听到这边各位就会发现说，光是机械牙的螺丝，它就分这么多的种类。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用它呢？当然第一个呢，我们就直接要先判断出来，我们要用的螺丝它是机械牙，就是公母配的那这类的。那这类的话，如果你对规格还是非常的困惑呢，你也可以参考本频道的商品那这里也有各式的牙规呢，可以帮助各位去选对你想要使用的螺丝的规格那这边呢，先给大家了解一下，你要先判断出来你的牙是属于哪一种的。再来呢，来介绍自公牙的螺丝那自公牙的螺丝呢，它的种类规格是相当的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介绍完那这里如果你对细部的规格以及使用的形式有兴趣的呢，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里会有自公牙的认识篇有更细部的探讨那这里呢，自公牙我们刚前面有介绍的简易的判断我们看它的尾巴是尖的基本上这类的都是属于自公牙或者是像这种类似钻头的钻尾形式的钻尾螺丝，它也是属于自公牙类的当然部分它可能不是尖的，它可能是平的那这类的呢，我们透过牙身呢的判断，我们也可以得知它是属于自公牙类的。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般自公牙它的牙峰跟牙底是形状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它是没有螺母或内螺纹做配合的那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从它的字面上，我们就可以得知说，它是属于自己会公牙所以我们在使用上的材质呢，就会不太一样。当然有一些它可能是水泥钻运用在墙壁的或是水泥类的。那有些呢是用在木头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牙型的不一样呢，就代表呢它在使用的场合会不一样所以这边呢，有人可能会疑惑说，为什么自公牙呢，或是铁板牙这类的呢，它是不适合用在比较厚板材的像是金属类的会不适合。我们等一下后面的章节会有一些选用的范例，再来细部的跟大家来讲解为什么它会不适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牙峰跟牙底形状不一样的时候，而且呢，它的牙峰又是偏尖锐的，基本上这类的呢，它这是属于自公牙像这类的是属于高低牙就是一高一低的那是属于水泥类的我是敢讲螺丝那这里呢，先让大家来简易的判断一下自公牙它的类型来呢，我们来介绍的是管用牙的接头。那这里呢，管用牙呢，其实主要呢可以分成4大规格。那这里有兴趣的呢，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里会有管用接头呢4大天王的学习认识有兴趣的可以去做参考。那这里呢，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我们想要这类的？有人可能会把它称作是螺丝，那其实呢，它是属于5金接头。
管用接头。那这类我们要怎么判断出来呢？那其实呢，很简单直觉的，就是第一个，它是使用在可能是水路系统、油路系统、风路系统，像是水龙头、瓦斯、天然气等等的这类的呢，它都是属于管用接头，所以会用到管用牙。那管用牙呢，我们第一个判断就是它中间是中空的，因为我们要走水路、风路、油路等等的。那再来呢，它有可能呢，管呢它是属于偏大型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螺纹呢看起来都是属于偏大型，而且牙锋跟牙锋之间呢螺距会比较细一点，属于比较细牙类型的。再来有一些可能它是属于特殊加工件，也会用到管用牙，以及说有一些是阀类的，有开关的，像水龙头就是这类的。甚至有一些呢会分接可能是3通或4通等等的只要我们看到这种特征以及这种功能的呢，它就是属于管用牙。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判断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出来。那再来呢，我们在选用上呢，就会比较有系统的去分辨出来。那这边呢，先给各位了解一下咯。再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螺丝的选用范例。那刚刚前面呢介绍了几个章节，我们透过了这个简易的判断呢，我们了解到机械牙、自攻牙以及管用牙。那管用牙这类的，因为呢它是比较好分辨的，我们在选用范例这边呢就没有在做介绍。我们主要针对机械牙跟自攻牙，因为这两个类型呢是最常去混淆的那所以这里呢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机械牙。机械牙不外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剖面。一般呢，它是属于公母配合的像这类它有公跟母两个做配合。那这里呢，我们在使用上呢，这里如果细部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到螺丝孔的运用篇这里会有更详细的解说。我们一般呢使用螺丝的时候，怎么样运用螺丝孔来做搭配使用。所以我们看到这类的公母配合的时候呢，一般呢这种呢都会比较适合用在金属类的。我们的材料如果是金属类的，像是铜、铝、铁、不锈钢等等的这类的呢，我们就适合用我们的工具，像是钻头以及螺丝弓来做内螺纹的一个加工。加工完之后呢，因为我们的螺丝它是属于机械牙它有公螺纹，公螺纹就会可以把我们这个地方呢锁入我们所供的母螺纹，所以它就是公母配。机械牙的原理在于这里。那机械牙呢，一般我们在使用这类的时候，不外乎第一个，它是比较方便做拆装。再来呢，受力的会比较平均，牙跟牙之间呢做咬合所以呢，我们如果在使用一些需要去维修的地方呢，我们会比较建议使用公母配这种机械牙，以及我们可能工具母机上呢会建议用机械牙，这样呢在使用上会比较好的那这里我们在拆装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这个内牙会损坏那这里让大家了解一下当然细部有一些比较更深入的，我们这边就没有在做探讨那其他的呢就是头型的一个运用或是长圆孔的运用，这边就留给大家做细部的一个判断。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薄板类的。薄板类的话呢，我会把这边称呼成铁板牙那这里呢，它是属于自攻牙。自攻牙类呢，有一些是属于铁板牙。铁板牙的话呢，它是属于薄板材的，所以我们的板厚可能不会太厚，可能2 mm、1 mm 这样子而已不适合用太厚。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如果有使用这种铁板牙的螺丝在锁附金属类的，像是薄板材，我们就会发现说，一开始呢，我们在平板上是没有任何的洞，我们是透过自攻牙的螺丝把它钻出来，钻完之后呢，要一直旋转当然这是手动的方式，一直旋转，旋转到最后呢，它终于把这个板材挖出一个洞之后，它就是发挥它的功用，可以锁进去，自己可以攻牙锁入这样子。那部分呢是用电动工具或气动工具的话，那就会非常快。那一般呢就会比较适合用这种钻尾螺丝当然它也比较适合薄板类的，因为呢一般都是前端不好进去，你可能要有一个旋转的动作，先挖出一个洞之后，后面呢因为它螺纹的特性，它牙锋跟牙底呢是不一样的那这边的形状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螺距比较大，所以可以很快速的攻入这个
薄板类啊，注意是薄板类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用的是很厚的板材，5mm、6mm，那其实呢，我们在要攻过这个5、6mm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你可能还没有攻过去，攻不到可能1/10，你的螺丝就先坏掉了，头型坏掉或是前端坏掉。好，因为这类的呢，它真的是不适合用在厚的金属，一般是用薄金属会比较适合的。当然有一些厂商螺丝厂，它可能有研发出一个比较特殊的，可能可以攻这种很厚的。那这边另当别论，我们就是以我们比较常见的来做探讨。那这里呢，其他的它这类也有可能运用在哪里？像是塑胶类的，比较软性材质的，亚克力亚克力的话，可能又不太适合，因为亚克力容易裂开。那这边呢，细部的话，这边就没有在探讨。那这边先最主要讲这类的金属或塑胶类的。那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原来我们的这种铁板牙或是自攻牙，它会用在塑胶或是薄板类，就是这个用意。那塑胶的话，因为它这边牙缝跟牙缝之间呢距离比较长，所以呢，它在攻入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容易的咬合在我们的材料里面。因为金属比较薄类的这种呢，我们如果要做攻牙，它可能没有挤牙可以用，所以我们一般可能会用到这种简易的，以及说塑胶类的话，我们更不容易做攻牙的动作，它可能牙身呢，因为材料本身强度就不好，没有办法，内螺纹没有办法成型，所以我们会用到这种自攻螺丝。再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木工螺丝。那木工螺丝它也是属于这种自攻牙类的。那一般呢，我们会看到木工螺丝呢，它呢长度都是偏长的，因为我们一般呢木头都有一定的一个板材的厚度所以螺丝基本上呢会有全牙的或半牙。那半牙一般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是2个木板要做配合。那当然第一个木板我们可能会做抿头孔或是做钻孔，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锁第2个木板的时候，它透过这个拉力呢，才可以把第1个木板呢锁固在第2个木板上面。这是一个实用的特性。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两边都没有做攻牙，你在锁第1个木板的时候，它这里就有一个拉应力跟推应力。我们在锁第2个木板的时候，就会发现这2个缝隙呢就被推开了，那可能没有办法密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那这里刚有提到说，牙缝跟牙缝之间呢距离比较长，代表呢它的螺距比较长，而且呢牙缝偏尖锐，所以呢这类的它在锁附木头类的话，它就是咬合力会比较好。如果我们使用一般的机械螺丝呢，是没有办法锁到我们的木头类。第一个呢，它这边牙缝跟牙缝之间呢比较密合，再来呢，它没有办法像木工螺丝呢可以有攻的一个动作，因为呢它是属于机械牙，你必须要有一个内螺纹的配合，这样子它才比较好锁附。所以我们在选用上呢，记得不要用错了。当然有一些呢，它可能是不是木头跟木头之间做搭配，只是单纯锁附，可能上面是一个简单的元件。那有这种比较短的，那也是使用这种木工螺丝，因为它的材料呢是属于木头那这边呢，一般木工螺丝抿头是比较常见的。那这里呢，细部的话，我们可以去参考自攻牙的认识篇，这里会有更多的介绍。那部分有一些家具或是木头类的一个商品呢，它可能也希望有像机械螺纹的配合，因为呢它可能有拆装，像是有安装扶手，或是它是坐垫或椅背，你有要更换的必要。但是呢，你如果使用木工螺丝，因为木工螺丝呢因为它的特性的关系，有时候呢，我们久了之后，它的锁附的地方，如果你有拆过，你在装第2次的时候，基本上呢，这边牙型呢就会比较松动密合度没有那么好。我们有时候就会用到这种木工的螺母直接呢把它塞入我们的材料。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有一些地方呢可以咬合在我们的木头里面，然后呢，它本身呢就有一个内螺纹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搭配呢，在木头的材质也可以使用机械牙的一个螺丝也有这样的运用。那这边呢给各位了解跟一个参考。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是属于水泥类的水泥钻
或是杆强螺丝。那一般呢，它还是属于偏比较长形的。那我们比较常看到这类的螺丝呢，它跟自攻牙也是非常类似，尖尾，然后尖尖的。螺纹跟螺纹之间呢偏长，那最好分辨的方式就是它是属于高低牙，一高一低，因为这样呢，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力量呢，可以咬合在这种材料上面。那这类呢干墙或是水泥类的呢，就会比较适合用这类的螺丝，偏长，而且呢一高一低，因为这样的它的咬合力会比较好。所以你如果使用木工螺丝要来钻水泥墙壁。基本上是钻不进去的，还没钻进去之前呢，木工螺丝就先坏掉了。所以它这个设计呢有它的用意，所以呢我们在选用上呢，这边就很直觉，偏长型，然后高低牙。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用到这种螺母的一个形式，当然外螺纹也是有的。这类就是壁弧，壁弧的话，我们就会先钻一个洞，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这个壁弧敲进去。那它里面呢就会有内螺纹，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内螺纹来做一个锁附，我们就可以使用机械牙。机械牙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装配因为这类的水泥钻呢，如果你再拆开再装第二次基本上它还是有点松动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木工螺丝或是水泥的螺丝这类的呢。它都是比较适合一次性的当然铁板牙也是都是属于一次性锁进去之后，基本上不太希望再去拆它了。如果你希望呢常常做拆装的话就会建议使用机械牙那这边呢就是一个简易的选用的范例，那这边给大家做个参考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螺丝的选用规格篇那这里呢，我们来了解说，原来螺丝呢，我们可以主要分成3种形式来做探讨第一种是机械牙，第二种呢是自攻牙，第三种是管用牙那这里呢，为什么我们会想要选螺丝呢？不外乎呢，我们有一些DIY 的需求或是你有螺丝损坏要更换。或是呢，你有其他的用途，我们才会用到螺丝。然后呢，我们在选用螺丝的时候，发现说，常常都是买错规格，或是奇怪，锁起来就是怪怪的，或是在使用上呢，不方便。那这里呢，今天呢，我们前面几个章节呢，就透过几个简易的判断，跟选用的指南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该怎么呢选到适合的螺丝。那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在自攻螺丝或是管用牙或是机械牙呢，其实细分的话，它必须要选对规格特别是机械牙跟管用牙这类，如果你没有选对规格的话呢，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这里呢又是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算是专业的一个领域的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了解好比说我们在机械牙里面又有分粗细牙、左右螺纹，以及说它的尺寸上呢有分公制、英制甚至美制，而且呢它的大小以及它的螺距又不相同，那不相同它又没有办法通用只要规格不一样，它就是不能用那这里呢，如果你对这一块呢还是有困扰的话呢，可以来参考一下达人工具那这边呢可以快速的帮你分辨出螺丝的规格让你在 DIY 或者是你在受辅维修的时候呢无痛更换我们可以快速的选到自己要更换或要使用的螺丝规格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能量用在你所需要的上面那这边呢，就给各位来做个参考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